Hello，大家好，我是维多利亚，欢迎来到我的频道，跟我一起探索生活。我现在要去参加博士班的开学前实验室研习，我现在已经迟到了，所以我现在要赶快先进去了。大家待会儿见。好了，结果我到表定的教室了，结果教室没有人。我现在在跟另外一位同学在确认是什么状况。对，现在另外一位同学正在打电话问校方人员。我先确定看看是不是有换上课的地点。结果找到的是 B201，不是201，差一个 B 差很多。那我要先进去了。戴着墨镜上课其实有点辛苦，因为要看那个投影幕上的 PPT 嘛。对，我这样一戴，变成整个前面都黑了一片，对，其实看起来有点累。不过也有好处啦，因为今天早起其实蛮累的，这样子比较不会被看出来我想要睡觉。对，像坐我隔壁的同学呢，刚刚就会在打瞌睡。像这种开学前的研习营啊，只要有念研究所的，不管是硕士或博士，基本上学校应该都会办。实验室里面会有一些可能会有危险性的药品啊，或者是设备啊，所以在操作上的话，可能就是需要特别注意这样，包括可能有一些有腐蚀性的啊、致癌的啊，或者是说有挥发性，可能会引起火灾的一些东西。最近的一个案例好像是在去年吧，去年东部某大学因为地震啊，结果实验室整个炸掉，听说重建要花几十亿啊。相关的新闻好像现在还可以找得到，即便你可以顺利的把火灾扑灭，你用的工具不对的话呢，可能火扑灭了，然后实验室的仪器也被你弄坏了，很多都是几十万上百万的，对，那个要再买新的啊，或者是要修理啊，都要等啊，可能实验室也会停摆好一段时间了。因为实验有时候要做很久嘛，研究生或是助理就是会贪方便，可能累啊，就会食物顺手就摆在就是实验桌旁边就边吃，或者是说干脆把食物冰到放药品的冰箱里面，不要觉得听起来很扯。刚刚上课的时候老师就讲了一些案例，听起来蛮可怕的，像是有学生在半夜做实验的时候，就不小心把溴化物当成饮料喝下去，就后来挂掉了。溴本身是蛮臭的，所以溴化物基本上也蛮臭的啊，居然还可以喝得下去，你就知道当时那个学生的精神状况，一定是很累嘛，所以才会不小心把这么难吃的东西当成饮料喝下去。在我之前念硕士的时候啊，我们实验室的冰箱有分-20度跟-70度，然后还有零下100多度的液态氮桶。当你需要开-70度冰箱或者是液态氮桶的时候呢，你就防护措施先做好，你才可以开，你才可以拿，不然那个很容易会冻伤的。其实这种实验室安全研习课程啊，真的是蛮无聊的。不过呢，为了安全，没办法，对，还是得上。博士生的话呢，可能每年都还要再上哦。这样代表我在博士班的生涯中，可能要上好几次类似这种课，我没办法啦。既然都决定要念博士了，该做的还是得做咯。等一下课程结束后会有个测验，那我刚才碰到我的指导教授，他叫我一定要考过，意思是有可能没考过嘛，有点可怕。对，希望这不是真的。课程结束了，测验也结束了。我刚刚画卡的时候啊，觉得好像看不太清楚，我是不是老花眼了？是应该找个时间去检查一下我眼睛，对，去验个光。我觉得题目还可以啦，或许有机会一次过关吧。不过好像要70分才会过关啦，所以我其实没有什么把握。成绩要2个礼拜后才会出来。如果有过关的话，我再跟大家分享。如果你喜欢我的影片呢，请记得按赞、订阅、分享，开启小铃铛。那我们下次影片见喽，拜拜。